最近全球市场就像被按下了快进键，突然冲进了大清算时代。川普直接扔了颗关税核弹，你猜怎么着？美股瞬间跳水，大企业们开始疯狂裁员，全球供应链也乱成一锅粥，好多国家立马宣布要反击，整个市场简直炸开了锅。而且这次，他可不是光盯着中国，而是直接掀了桌子，向全世界开战，搞起了无差别关税。加拿大、墨西哥、欧盟全都炸了锅，就连华尔街那些大亨们都忍不住惊呼，这根本就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经济战争。可川普压根不理这些。他就一句话，美国不能再吃亏了，我要让那些外国人付出代价，把从美国赚走的钱，一分不少的都拿回来。问题来了，这场来势汹汹的贸易战真能给美国当救命仙丹，还是会把全球经济一起拖进泥潭？现在才刚3月，2025年全球经济最火爆的词就已经提前锁定了，那就是关税。这波到底有多夸张？据说川普才刚上任，华尔街的操盘手们就得熬夜盯着盘面，全球做外贸的人集体失眠。甚至逼得加拿大总理公开崩溃，说这根本就是经济恐怖主义。今天咱们就好好爬一爬这场无差别关税战争，看看到底谁会被淘汰出局，谁又能逆风翻盘，抓住这难得的机会。这场风暴才刚吹响号角，咱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不仅活下来，还能在这乱世中翻身？准备好了吗？咱们开始。首先，咱们得搞清楚关税这东西到底是个啥，为啥它能深刻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简单来说，关税就是国家之间做生意时，进口国向出口国收的过路费，就像你开车上高速得交钱一样，出口国想把商品卖到进口国市场，就得先把这笔买路钱交了。但关税可不只是个简单的过路费，它更是进口国调控自家市场的精密阀门。当进口国想控制某种商品的进口量时，只需要拧紧或拧松这个阀门，接下来的市场调节工作，价格就会自动帮你搞定。对于进口商来说，关税涨了，他们面前通常只有2条路，要么自己忍着从利润里扣，要不就直接把这笔钱加到商品售价里，转嫁给消费者。一般来说，他们都会选择后者，这样一来，商品进口后的价格自然就更贵了。那对于咱们消费者呢？如果买的是柴米油盐这类生活必需品，那就没办法了，只能捏着鼻子被迫为关税带来的涨价买单。但如果是非必需品，那选择就多了。我们可以去找那些更物美价廉的替代品，通常就是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不用交关税的同类产品。所以，提高关税往往会直接导致同类进口商品卖得少，在进口国市场的份额被有效控制，这也能为进口国自己的相关产业争取到宝贵的发展空间。其实不光美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用关税来调节市场。既然最近美国例子看得多，咱今天就用中国的例子，看看国家是怎么通过关税调控市场，以及影响我们消费习惯的。咱们中国大陆对那些从欧洲进口的奢侈品，通常会征收大概55%到60%的进口税。这话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大陆并不希望欧美的奢侈品在中国市场上泛滥，通过高额关税把这些奢侈品的价格抬得更高，让普通人甚至是中产阶级在购买时都要掂量掂量。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出口商大多不乐意让关税挤压自己的利润，所以这笔钱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一件本来1万块人民币的衣服，一入境身价立马就变成了16000，在欧洲可能200欧元的护肤品，在中国大陆能卖到300-400欧，折合人民币2500块，差不多够你连点1个半月50块钱的外卖了。通过把奢侈品变得更奢侈，在中国大陆购买这些品牌的核心客户群体也就被进一步筛选了。首先，那些真正不差钱的富哥富姐，因为消费实力本身就高，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会为这些溢价品牌买单。这些人多付了钱，就成了海关的收入，也算变相交了富人税。而小资阶层的消费者，很可能在购买前会更谨慎的考虑，到底是不是非买不可，甚至最后干脆选择不买奢侈品，转而购买更适合自己消费水平的商品，要么就是等出国旅游或者去香港的时候再买。这样一来，特别是在疫情前消费主义盛行的时候，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奢侈品日常化的趋势，让奢侈品和普通消费者之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中国大陆通过关税政策直接影响了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市场扩张。这些品牌如果不提价就赚不到钱，可提了价又限制了品牌接触更广泛客户的可能。所以，当外国商家们兴冲冲地冲着中国大陆庞大的人口基数而来，却发现由于品牌本身的高价加上关税的加持，真正能触达了大陆消费者，最终并没有他们预期的那么多。与其在中国多开分店，还不如等着这些消费者出国了再来消费。这反过来促使品牌方降低了对拓展中国大陆市场的投入，被动地让出了2、3线市场，给中国本土品牌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作为中国本土的中高端品牌，因此能把更多的资金和精力投入到研发中，而不是和那些已经很成熟的国际品牌去硬碰硬。奢侈品价格高，还间接推动了中国本土品牌的价格上涨空间。进口品牌因为关税导致的激高定价，在消费者心中悄悄建立了一种认知惯性，高价就等同于高端。虽然一开始大家可能因为价格贵不买，但慢慢的，
大家会开始以为这些产品本来就应该这么贵，反而忘了很多本土品牌的生产研发成本本身就低，而且还没有关税溢价。这种心理预期反而为本土品牌提高定价，创下了市场接受度。随着本土品牌逐渐成熟，留在市场上站稳脚跟，拥有了坚实的消费者基础，很多品牌都开始不动声色地加价售卖，最终价格甚至不输国外奢侈品品牌。所以，原本消费者是在昂贵的进口产品和物美价廉的本土产品中做选择，到现在，消费者面临的却是昂贵的进口产品和同样昂贵的本土产品。这等于是消费者被迫消费升级，但买到的产品却是原本可能花一半价钱就能买到的本土产品。很明显，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国家监管机构比如物价局不加以干预，规范市场定价，那消费者的利益就已经在这个过程中被牺牲掉了。在中国大陆尚且如此，而在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消费者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经济成本。看到这里，或许你已经能看出谁是受益者，谁是受害者了。那么，有没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幸运地抓住了机遇呢？中国海关对奢侈品品牌征收高额关税，还催生了海外代购、出境购物游、国际退税业务等下游产业。当然，因为有些产业存在灰色空间，近些年这些行业也在不断被规范，但确实有一大批人因此发家致富，或者至少是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其实，利用关税进行贸易保护，给本国企业提供更多成长空间和机会，从而在中长期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这一点在经济学上有着非常悠久的研究和实例，这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当时英国因为工业革命生产效率大提高，造出了海量商品，为了更好地卖这些货，解决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英国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开始了最早的出口扩张。英国首先带头降低关税，也期待其他国家能礼尚往来，跟着降低进口关税，好让英国商品能顺利出口。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产能提升。当时绝大多数国家还没进入工业时代，仍处在低效的农业时代，其中就包括后来居上的德国。1820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只有英国的 12.5%， 冶铁业生产率更是落后英国3倍多。如果德国也学英国降低进口关税，那很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大量物美价廉的英国工业制品会像潮水一样涌入德国市场，挤占德国工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空间，推迟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一位曾流亡美国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提出了著名的幼稚产业保护论。他在美国流亡期间亲眼目睹了汉密尔顿通过1791年的制造业报告，建立了一套保护性关税体系，让美国纺织业在短短12年内从零做到了自给自足。这给了李斯特极大的启发，他由此创建了幼稚产业保护论的3大核心思想。第一，国家实力取决于生产能力，而不是短期的财富积累。第二，农业国如果直接参与自由贸易，将永远被锁定在依附地位。第三，阶段性的保护是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成本。李斯特曾有个著名的论断，如果保护性关税会让德国损失1亿马克，但能换来生产力的提升，那么其价值就相当于10亿马克。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主张确实帮助德国成功避免了成为强国附属国的命运。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的18德邦国对外实施生铁关税 60%， 棉纺织品关税 45%， 同时还建立了柏林工业研究院，甚至派工程师潜入英国破解英国的技术专利。到了19世纪70年代，德国钢铁产量已经达到了英国的生产水平，机械出口占比也大幅提升。通过中国对奢侈品的关税政策，以及德国成为发达国家前的这段历史，我们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国家之间的贸易战是如何通过关税进行博弈的。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更是一种战略选择，它能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不被其他国家牵制，具备自主性和内部发展动力时，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保持稳定和持续成长。随着经济稳定增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才能享受到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当本国企业为了填补市场空白而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具创新性和高附加值的商品时，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还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共同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关税对于一个国家产业链的完善、国家经济的独立性，甚至是长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说，关税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意义远超过单纯的关税收入。在这一层面，川普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他看重的也绝对不单是关税能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减轻美国的国债压力。毕竟单纯依靠关税来扭转赤字，最终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如果关税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奢侈品，那么消费者至少有选择权，可以决定是否购买或减少购买这些非必需品。然而当关税涉及到生活必需品时，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了。食品、药品、服装这类必需品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我们无法避免购买它们。因此，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直接影响了每个家庭的生活成本，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生活成本的显著增加会带来巨大的压力。
就拿美国对中国加征25%的关税来说吧，一双中国制造的运动鞋，可能就从原本平均$120一下子涨到了$150。这种幅度的价格上涨，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样的增幅可能看似不大，但对于需要经常购买多双鞋的家庭，累积起来的额外支出是相当可观的。这对于川普多次承诺的物价不会上涨，就是完全的矛盾，最终很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被迫消费降级，从而挤出多余的开支。而这一点已经正在发生。2024年，全球奢侈品巨头开云集团全年营收下降12%，经营利润大幅下降46%，净利润更是同比暴跌62%。这一结果直接导致开云集团股价在过去1年内下跌了近40%，几乎腰斩。另一家日化巨头雅诗兰黛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由于市场需求疲软，雅诗兰黛宣布扩大重组计划，预计裁员580人到7000人。这一消息导致公司股价暴跌16%。这些现象都表明，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已经无力承担高价商品。未来几年，平价产品可能会成为许多中产家庭的首选。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消费者将更加注重性价比和消费的长期主义，选择价格更亲民的产品，来减少家庭开支压力。而这些平价品牌的市值很可能会迎来新的增长。正如我们常说的，世界上的财富总量是有限的，它从一些人手中流出，就说明财富在流入另外一些人的手中。随着全球大国之间贸易战的打响，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极有可能会让相关国家和人民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加剧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但在一些隐藏的黑马身上，则很有可能承接这些大国的产业链转移，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加速增长。其中，越南、墨西哥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大国博弈背后最终坐收渔利的赢家。关税还会进一步引发股市动荡，高利率加上低迷的房价，也让房地产市场迟迟无法解冻。市场上缺乏优质的投资资产，这让黄金、比特币这类避险资产的价格频频突破历史新高。无论如何，我们熟悉的世界市场将不可避免地迎来一场大洗牌。风雨过后，一些我们熟知的品牌可能会销声匿迹，而曾经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或许会像雨后春笋般进入我们的生活。最后我们想说的是，现实中的关税之战，不像经济学著作里那样非黑即白，一切都围绕着经济发展展开。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受到政治因素和国与国之间国力交锋的影响，通过关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一剂短期的强心剂，却会埋下长期衰退的祸根。以史为鉴，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都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这些故事的主角不同，但都有着类似的结局。普通民众承担了成本，资本外流，寻找新的大陆。作为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我们只有在动荡中紧随时势，抓住机会，才可能成为时代的幸运儿，在国家博弈之中成为受益者。